嗨，我是 Robert。大家有发现现在女生说要不婚不生的越来越多了吗？我那天在办公室啊，所有女生问一轮哦，大概从25问到30出头的女生，几乎有90%都跟我说要不婚不生欸，这比例会不会太高了啊？就不想生，目前还不想生。但是不婚是真的没有打算想结婚，所以真的大家现在是在不婚不生的这个想法里耶。对啊，大部分好像都是这样。我觉得对我本来觉得说有兴起这个浪潮，但我没有想到8-9成的比例这么高哎，这样算是女生很恐婚吗？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好，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女生现在会很恐婚。我觉得第一个是婚姻好像对女生没有任何好处。以前的女生都很向往结婚啊，赶快组织家庭啊，可以赶快生小孩，好像这就是一个幸福的代表，对不对？可是现在女生好像发现，如果结婚的话，根本就是在把自己变成煮饭的工具人、生小孩的工具人，然后带小孩的工具人，还有一个就是长期提供对方性价值的工具人。还会腻耶。然后万一还要伺候公婆，就变免费的佣人。然后甚至有人是替老公照顾生病的年老公婆，这样等于是变成免费的看护。不想伺候公婆也是我的原因，因为我根本就跟他们不熟啊，从小到大也就不认识，可是就现在搞得好像我们是一家人了，但是就真的不熟。那如果结婚不用伺候他们，会增加你结婚的意愿吗？就是你的男友跟你说不用，就你不用照顾我爸妈，然后你也不用住进我们家，你完全就是像平常一样相处，也很久才见1-2次面。那我那1-2次也没有很想哈，你连跟他们见面都不要就对了，很尴尬，就觉得没必要多2个姻亲这样子，甚至不止2个，就是那种多一种场面化的一顿饭。我多了一些人要讲场面话，要碰面。但如果我们只是男女朋友，就可以完全不用管，完全不用有任何接触，也都不会有人说什么。可是，一旦结婚，你总是1年要见个1-2次公婆，然后那1-2次就会让你很有压力。或者万一过年要去他家拜年，吃个年夜饭，母亲节也要庆祝一下，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个场面？关我什么事？你都没有陪我家人，为什么我要陪你家人？所以现在女生其实就是突破传统的啦，因为以前这些都会变成结婚了就理所当然啊，就应该，然后如果你不要，就会变成不孝啊什么的。可是现在大家会觉得，我不想面对这个，我也不想负担这个，所以那我宁愿不结婚，我跟你维持男女朋友就好了。我还有交过一个男朋友，是过年的时候，他妈妈主动联系他儿子说，要不要带你女朋友来找我拜年？还没结婚就要这样了，那你会怎样？就不去？不要。哇，所以是那个公婆的手也伸得有点快哦，很可怕哎。之前有个新闻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人是婚后照顾中风的婆婆长达42年，太扯了吧？然后很多人就说，这根本就是长期被剥削，因为她等于是当了很久的免费看护，她自己的人生都没了，对吧？40几年呢，后面就等于放弃职涯，然后你的唯一工作，对，大半辈子就是在照顾中风的婆婆。然后也有人说，这样子的家庭结构，这样子的性别分工，就是那种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分工，使得很多女生结婚后就没有自己的一切了，就是以夫家为主嘛，就会变成女生这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因为你等于才刚出社会不久，工作过几年，可能也许大家赶30岁前结婚，然后你接下来就以夫家为主了，那你等于都还没有为自己做过些什么，对，还没有展现自己的人生欸。那大家如果期待女生结婚后是要这样的话，那当然女生就越来越不想结婚了嘛，因为确实这样子看起来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对啊。第二点是女生要生育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我们上次拍了一集女生的生育成本，建议大家看一下，里面有讲到说女生要生育的成本有多高。我前阵子还有在翠上看到一篇文，因为女生不是生小孩可能有理赔什么的嘛，对，保险金，男生说要跟女生 AA 那个保险金，就是那个保险金要 AA， 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是生产的费用是他出的，是不是？对，他就觉得他也是有一起生，有一起生，他有躺在那里剖腹还是什么？我在想他可能是觉得他有付钱，那你肚子剖下来。我看到超傻眼欸。对，他就说要跟他 AA 那个保险金。所以女生在这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有些女生会在这里以为说，因为什么手术费啊，或者是我们的医疗费、住院费什么的，甚至月子中心是老公出的，所以我请下来的保险金我们也要 AA。甚至有人是保险金要给他，因为等于说这些我出钱嘛，那你请下来保险金给我嘛。然后有些女生会觉得，好像也对。你看完生育成本这一集你就知道，那个保险金是补偿你经历手术的这些风险跟这些痛苦，所以不是说你老公出了这些变成你保险金要给他。我真的有听过我粉丝说，她老公说你请下来保险金要给我很夸张哎，还是我们把那个影片连接下来，你说去贴说看一下女生的生育成本，不然你现在就肚子投几刀这样，真的很扯。男生就什么都没做，然后对，但他却觉得他有权利跟你 AA， 或者是要求你那笔钱要给他，连受伤都没受伤，对，所以有时候这个逻辑就很怪，就是为什么不管男生或女生都会无视于女生的生理上面的生育成本？为什么这一点是直接被忽略的？然后只有在看钱，医疗费我出的啊，月子中心我出的啊，所以你保险费请下来要给我啊？为什么只有钱是价值？为什么你怀孕的风险跟痛苦跟承担的所有一切不是一种成本？
这是刻意在忽略女生承担的东西嘛？所以大家这一点一定要小心。然后我们那一集女生的生育成本留言里面，竟然有个男的来说，拜托，什么女生的生育成本，我们男的要忍受产后性行为减少，这个成本谁来跟我算？天哪，他到底是把老婆当什么？对啊。就是我们已经探讨了那么多女生要负担的痛苦，然后她只在乎她的性行为，他怎么会联想到这件事？他就只想要他爽而已。她觉得说你那么多不舒服是不是？那我也没有性行为可以舒服啊，那谁来跟我算？我的天啊！好可怕的言论。然后就有很多女生看到这个留言就说，真的吓到我了，我没有想过男生是这样想的。然后有一个女粉丝就提出说，女生啊只是孕吐嘛、阵痛嘛、子宫扩大20倍嘛、产后恶露嘛、漏尿啊、妊娠纹啊、内脏移位啊、阴道撕裂伤啊、产后掉发啊、跟乳头受损嘛，还有植牙被迫大中断嘛，女生就只有这些而已。然后男生却说啊，我是性行为次数减少这比下来真的是不能比他等于是反串嘛，觉得说对啦，女生就只有这样啦，然后呢，男生就是性行为减少，然后你现在跑来跟我怒吼说，我们男生性行为减少好可怕哦！所以这个重量，两边的重量实在是很明显对。那为什么男生会这么的不能理解女生呢？当然，我相信不是所有的男生都这样，但是有好几个男生留言这种东西的时候，真的是有把我们女生吓到，因为你是还大拉拉的这样子讲出来，所以当女生要付出的生理成本这么高的时候，男生竟然还在关心她的性需求，这真的是有点过分。那当然不是每个男生都会讲，也有很多男生看到他的留言说，这种男的真的是拉低我们男生的水平，就是连男生都看不下去的那种。有一个男网友留言说，身为男生看完影片觉得只有没能力的男生才会觉得女生不该计算自己的生育成本。哦，对，是吗？就是他自己不想要承担这些，所以他就叫你不要计较，不要算。不然有能力的男生会觉得，哦，你付出了那么多，你跟我算，我可以接受啊，因为确实那个是你承受的嘛。那我们就来讨论，那我应该出什么，你出什么，而不是说，你凭什么跟我算？为什么你们要算这么多？为什么女生要开始计较钱？等一下，为什么女生不能计较钱？我每次看到这句，我都一肚子火。我在确实上面看到好多男生都说，当女生开始计较钱，什么东西？怎样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男生可以计较钱，女生不行，所以女生是什么次等生物吗？你懂我意思吗？什么叫当女生开始？如果女生现在才开始，那叫做我们落后了很久落后了几千年对啊，然后为什么男生却当女生开始计较钱，就表示啊怎样怎样怎样了，这个世界完了啦，什么什么什么？我每次看到那句话，我都觉得怪怪的。我有个男生朋友啊，他老婆就是生第一胎的时候有一点难产，然后最后吃全餐，就是自然产8个小时生不出来，然后又剖腹这样的意思，就叫吃全餐。然后他老婆在产房里面，因为他也有进产房，非常的痛苦，然后在那边痛了8小，然后就是挤不出来，然后他牵着他老婆的手，他说这是他这辈子感到自己最无能的时刻，因为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什么痛也不能帮他，他什么力也不能帮，他只能牵着他老婆的手在那边要哭要哭的，他完全没办法帮他任何一点忙。他说他后来意识到生小孩这件事情，男生除了出精子之后再也帮不上任何忙，他感觉到天哪，这件事情我真的好无能。他就说他当下就决定不要再生第2胎了，因为他本来是想说也追求要什么1男1女，或者是至少有2个小孩子恰恰好这种观念。他说当下他立刻觉得这种痛苦我老婆不要再承受第2次。我就说所以这件事情有改变你什么吗？他说他看完他老婆生小孩之后，他就决定说他这辈子一定要尽其所能的对老婆好，尽量满足老婆的需求，因为他没有看过一个人要承受这么大的苦痛过。如果大家都这样想，应该不会那么多人恐婚。对，如果这样的男生多一点，我们女生就会觉得至少我们生小孩是有被看到的，是有被体谅的，是有被一起同理的。可是大部分的男生好像都没有这样子，他甚至不敢进产房。当女生要一个人面对这一切，然后还要被嫌弃，然后又不能被同理的时候，确实现在女生找不到理由要生小孩或结婚，我也觉得越来越合理了。就是对啊，没事干嘛自己跳进地狱里？如果对他的人生就是没有好处，然后还要经历这么多，女生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好像真的也蛮合理的齁。好，第3点，除了生育成本非常的高昂之外，现在的男生很令人失望，所以就会更恐婚。有粉丝说看到生育成本那集的留言啊，让他想到国外有一个女生产后5天，为了满足先生的性欲，硬是开机之后，结果造成细菌感染，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产后5天，那个伤口愈合了吗？5天呢？微愈合吧，但是她老公就是忍不了，然后她就硬是配合了，结果完蛋就感染了，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她说这种很糟糕，不会体贴老婆生育问题的男人，才是现在结婚率跟生育率低落的真正原因啊！真的是完全不敢乱嫁乱生小孩，就是她觉得有这么多这样子的男生存在，才是女生不想结婚的真正原因。所以大家不要去检讨女生，应该是反向去想，那我们就找不到很多好的男生让你愿意走入婚姻。如果是我刚刚讲的那种男生，你可能就相对会那可能可以考虑，对不对？很可以体谅女生的这种。可是如果是这种，你就会觉得不是，那我真的不要，我真的不用。听到这话真的是后悔生小孩耶。对，就会觉得人生她躺在医院几个月的时候，她在想什么？到底干嘛搞不好她老公那时候会不会还继续又要好几个月，直接给他打击耶？离婚算了，那个真的是小孩真的小孩给我离婚。
别说这种硬要开机的状况，很多男生在老婆坐月子、产后恢复的期间，就跑去买春，甚至出轨。这个案例我们听到不用再听了，超多。然后被抓到的时候就说啊，因为女生没办法配合我啊，我要找谁满足我？对，我在谁家呢？对，这是什么理由？等于你要满足我的性欲是你的义务，然后你这几个月不能满足我，所以我才要往外找的啊。那你怎么能怪我呢？的意思到底干嘛生啊？气死我了！是不是？这个逻辑是好像有一种你就是要服务于我的概念呢，然后你不用体贴我，不用体谅我，大家不用互相配合哎。为什么是把女生视为这种角色？你又要生，但你又要满足我的性欲。你如果有一点抵触，那我就会去找别人，并且这个情况下你不能责怪我。我还有听过什么老婆怀孕的期间，她觉得性行为是 OK 的，然后男方自己不敢，然后就去找别人。他怕伤到胎儿或什么，他就去买春或找别人，对，然后老婆就必须要默许这件事之类的，因为等于好像是我不行的，就是这个我真的不能理解。对，因为很多人就会责怪说啊，你现在不行啊，那要我怎样？然后女生可能有些还觉得哦，对，是我的问题。对，就会觉得为了维持婚姻，好吧，现在是我的问题，然后就容许他这个时候去花钱买或去找别的女朋友。你看结婚感觉会遇到这种事情，好可怕哦！而且大几率。你没办法预估那个时候他会变成怎样，他那时候跟你讲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小孩已经在肚子里了，他跟你讨论这个，或者是你在月子中心，他在跟你说，你这几个月不行，那我要那个哦，或者是他没跟你讲，你是后面抓到的，这样也很崩溃。这个对女生真的好伤哦，对啊。然后还有一个人分享说，妻子在生产撕裂伤的时候，丈夫想的不是妻子现在很痛，却是跟医生说，那个可不可以缝紧一点？好变态哦，好生气啊！到底他想顺便你躺在那边痛，他在想的是可不可以就顺便帮他缝小一点？我靠，手术刀给他插下去。所以你说，如果这些言论一直出来，然后让女生觉得我为什么要去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确实是不婚不生，好像真的很合理啦。然后还有很多根本就没交往，只是追求告白不成而已，就伤害女生、持刀杀女生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所以女生甚至有可能是不只是恐婚哦，是会恐男哦。我甚至还看到有人说，身为异性恋女生，真的是对我人生最大的诅咒啊！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男生的，根本就是人生最大的诅咒，因为你就得去面对滤掉很多恶男或恐怖男生的状况。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是个女同志，我就没这个问题了，好像反而是比较幸福的。以前大家是很向往恋爱，很向往遇到一个很好的男生，可是现在反而是有一种，我怎么会是异性恋呢？所以男生们可能看这一集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不要急着说又在危言耸听了，又在骂我们男生了。你可不可以同理一下女生？为什么女生会从很向往婚姻，变成现在有点恐婚，甚至恐男呢？你可不可以理解一下，女生在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啊？好，请观众回答本集的问题：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你觉得现在女生真的很恐婚吗？你自己是怎么看、怎么想的呢？第二个是听完这集，你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原因，是女生恐婚的真正原因吗？还是只是一时的流行风潮？你觉得怎么样呢？欢迎留言交流哦。本集推荐一下我拍的会员影片，怎么成为幸福的女人。这一集的内容不是在讲说结婚才会幸福，是在告诉你说要怎么做，你的人生才会有幸福感。所以无论男生女生都很适合看哦。伴侣到底怎么磨合？如果你已经有伴侣了，却经常吵架，然后又舍不得分手，一直卡在鬼打墙里面，建议看到底怎么磨合的上下2集，就可以解决你们长期吵架的问题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